们要不坐那？那我俩那儿。这是主理人的位置。主理人的位置是吧？啊，换一个，留给主理人。那我坐这儿吧。大家好，我是林雀，音乐组的幕后打工人吧，音乐组的管家。其实我是整个项目组里面唯一一个不会做音乐的人。大家好，我是哲学音乐制作人于宗儒。夜班哥，因为我们有很多半夜会来的需求，对，就唯一一个需要值夜班的人。我叫陈家豪，是新加入3A Studio 的音乐制作人，目前还在实习。你快来呗！这是我的位置吗？主理人来了，是。主理人来，可以坐吗？是的，坐。我坐吗？坐，嘉豪允许你们坐。你觉得新来的同学那个游戏审美怎么样？很烂。雷声说你们00后不懂什么是回潮，你怎么看？这不也挺回潮的吗？咚大，咚咚大，咚大。哎呀，这辈子告别家族。我们就按照上一个纪录片的解往下说，就是我们增援了，小鱼叉上手的非常快，主要是能熬啊，然后就被我们不是那个。我们不仅要增加一个作曲的，还得增加一个帮我们去做音乐的配置和播放逻辑的一个人。然后雀哥非常靠谱，所以我就把他弄过来。要不从老杨开始先讲一讲，为什么大家要聚在这儿？因为当时在办公室里是可以装，你知道吧？现在坐在一起，谁装我们就笑他。接下来聊一下那个大家做的游戏类的音乐。印象比较深的嘛，是那种作曲印象比较深啊，不是特别累，明白吧？不是被折磨的特别累啊。就是那个陈慧萍的，现在就我这边做了2首嘛，然后就是按照这个之前分的，就是你也写2首，给我们一人写2首。哇，宋哥的速度太快了，先听一下。因为当时我在做其他的音乐，然后后来宋哥跟我说他2首做完了，我说真快，我去听了一下，然后他有一首白天的，就是把那个 funk 跟那个中国风结合的那个超好，他那首特别适合周末嘛，周末大家都不用上班，都出来溜一溜，对不对？不用上班，没司机。就其实白天的音乐，我感觉印象就是对我自己来说印象会比较深刻一点，会比较像之前6分街的音乐，就是因为风格上是会比较偏 funk 的。然后，好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好。其实有一个小设计，就是我做着，我脑海里面总有一个旋律在响，你知道吧？快做完的时候，我就站起来拿着画纸，我去录了2句。在这个地图里边，我就觉得远处可能是有一个老人，或者是有一个，所以你是那个老人，或者是有一个戏台，我觉得里面肯定是有一个远处有一个人在那唱戏啊，所以我在里边唱了2句。应该没人听出来这个地方。我当时还以为是斌哥找的什么采样，然后直接就用了。啊，你听出来的是吧？对，我听到有唱歌，有人唱的怎样？
评价就是听着像采样，很高评价，那我给评价很高。后面不是有做过一些 BOSS 战吗？啊，对 ，BOSS 战有什么想法吗？第一次做的那个是那个2.2亵渎者伊瑟尔德那个 BOSS 战。伊瑟尔德他实际上在2.0的时候也已经以申宋会的私教梅若拉可的身份和玩家见过面了。我在写这段 BOSS 战的时候是想就是对2.0进行一个呼应。宋哥他也提到，就是梅若拉可他会有一些比较宗教的元素在里面，所以他的那个配器上面会更多的选择管弦。伊瑟尔德的话，他在2.2的时候是更偏向于一个军方的背景，我就是稍微削减了一些管弦的元素，就是加入了一些，比如说像电吉他这种偏摇滚、偏金属的元素。就听不出来是抄的。对，宋哥生气了。没有。声音设计上的话，用了一种叫装起来了。声音设计的话，故意用了一种叫 Neuro Bass 的一种 bass， 比较低沉，比较扭曲。这种音色会比较符合在2.2的时候伊瑟尔德这个人物，就是他内心的一个形象和一个塑造。对，所以大概。哎呀妈呀，这是在干什么？抄的是宋哥的梅洛拉可对BOSS 战。宋哥自己写梅洛拉可的时候有什么想法？就是加了很多的管弦的元素，但是因为其实我不太会写管弦，所以就相当于是 intro 是一个管弦，但是后面还是就是把管弦的一些音色融入到电子里面去。但亮点就是音手。对，但有一个就是因为肯定玩家每次去打这个 BOSS 的时候，最开始听到的肯定是他的 intro。你看，这就是工作小技巧，就是这个风格不擅长，没关系，我把开头把这个印象做好，打起来反正也听不太清，就是时长撑够就行了，就完成了。诡计多端的宋哥，对。塔其实这首歌就是想让它爽，你打到 S 的才会有带人声的。其实我觉得带人声也是给玩家一个奖励嘛，打到 S 的给你奖励一下，Y 一个给你唱一下。所以歪哥是在当地就是演出的时候临时找了个棚，然后来录。他带着他的工程过去的，歪哥也不容易，歪哥不容易。但是他最后在我们的演出上唱了在别的演出时候录的歌。小鱼一定会有很多话说吧？是吧是2.0的时候，就是嘉豪他们都没来，对他们都没来，所以小鱼就被我们霸凌了，然后全给他干。虽然2.0后面2.3、2.4、2.5应该都是我做的，但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1.5的这个汉鸟BOSS战。我过去觉得可能游戏音乐，尤其是一个局内的战斗的游戏音乐，它可能需要管弦，需要吉他，需要更原生的东西。但是，实际上这首音乐它完全就是一首电子乐。我当时问杨涛，我说我需要出语，他说什么都不需要，就是放开做。我就觉得 OK， 那我就这么做吧。我也没有问杨涛什么话，我就是写完了给他听。这个我插一下，严格来说，就是这个战斗是用在药佳音那段。说实话，小鱼做好了以后，我一听这个音乐，哇，太吵了，我觉得跟那个新环搭不上。音乐本身非常好，但是年轻人就是要这样。
2.5的话，像噪音嘛，这个东西，实话是因为，就是首先我喜欢把音乐的做得更响一点，更有 passion。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些音乐每次在报时站的时候会有很多，他们配音效会有很多的音架、乱七八糟的语音什么的，会把这个音乐盖掉，所以我想反抗一下。刚好1年了嘛，1.5、2.5，以后每个点你都炸，第二个炸。啊，那3.5整体行，人应该不会不在了吧？那爆炸了，爆炸。雷哥，要不说一下雨果？雨果有啥好说的呀？随便做着玩啊。还是雷老师这个装的太稳了，我操！年轻人，你看，除了音乐，这个装也要学一下。哎呀，随便做，随便做。讲一下12音的技巧。你这个播出去很傻的呀。雨果，因为它是吸血鬼和怪盗嘛，然后我们又是个 ACT 游戏嘛，所以我就直接致敬恶魔城和猎天使魔女，顺便还做了一个芯片机版本的恶魔城 Justice。当时其实这个需求是比较临时，然后就丢给雷老师做了，让他自己发挥。结果做完不要你还说我和声写错了。那个听多了觉得也挺好。对呀，然后就习惯了。错就错了，那也不是错的，也不是错的，是我错了。对不起，是我错了。关于班乐这首歌整体的基调，选择了这种类似于念经或者说梦话一样的这种感觉。班乐是旧文明制造出来的机器人，在设定中也有提到它是不太能理解现代人说话的，所以在唱词上就是希望给人一种不太听得懂的感觉。它具体的做法其实就是把它的词的每一个字都先录下来，然后再进行音频的反转之后，再按照反转之后的发音去进行演唱。所以今天就揭露答案，神将朋友们别再研究是哪个国家的语言了。MV 发布之后，就是过了一段时间，其实我发现有一些神将已经知道了这个答案。这就是传奇神将。如果要做导唱的话，就只能我自己来，就是先玩整个操作一遍，然后我自己唱一遍。然后在我唱了差不多一半之后，发现这个好像有点太困难了，执行不下去。我的问题，斌哥小赵的一批，这个我先说两句。刚刚斌哥在自嘲啊，我在抄袭那个我自己，但是这首歌一出现以后，就是斌哥完全就不是跟自己以前做风格就完全没有任何关系，就摆脱了重金属猛男的刻板印象。其实我是可盐可甜的，就太牛了！我说这首歌包火的。这小赵，我第一印象就觉得挺可爱的。对，我去深挖他，知道他的什么商务能力啊都很强的什么的，所以我觉得
可以给它包装成一个小巨星。那么用 K-pop 音乐就很合适了。亚洲流行音乐。其实小赵给我的感觉就是小小的身体有大大的能量。我第一想到的一个词就是 like me， 我也想把 like me 这句词就打造成一个比较洗脑的一句。对哦，这首歌我要插一下，这首歌的 demo 版本对是斌哥自己唱的，非常好听，请看 VCR。我儿子说他要去小赵EP底下评价，这是我爸爸做的。It's been a while, Hee-chan. Time has passed in the blink of an eye. Yet, what happened that day, I still... 当时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需求，就是我们怡璇有一个动画短片是讲他跟他姐姐的故事的。当时我想的国内的电影电视剧的主题曲的这种感觉，然后去表达这个怡璇对他姐姐的这个情感。这些我都懂，命运捉弄。和作词老师雷十一老师讨论了一下，就是雷十一老师给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方向，就是说人越长大，就会发现有些东西就越难挽回，越来不及。来不及，这告别措手不及，太多不甘心。这个歌太牛，太牛了！哇！先鼓掌，先鼓掌，先鼓掌。你说吧，说什么啊？右叶的咋说呀？我说一下你的设计。没有设计啊！我还没有，这首歌除了设计什么都没有，这还没有设计。装起来，我就说吧，不是，刚在小房间里就特别装。那天当时我和你吃饭的时候，你不是这么跟我说的啊？对呀，不是我吃饭的时候，我跟你说了什么？说了可多设计了。你就说了什么？中间提醒一下，中间那一段转调，还有那个，还有中间那一段变速，然后就是那个你中间这个东西说出去没人听懂啊。右叶这首歌啊，我拿到的需求就是一个搞怪，我就在那里瞎做。绝大多数的工作时间就是在试错，因为你要一直试不同的想法。我也不懂为什么脑袋也会突然想到了，好像可以加一个要加音的歌，然后我就这么加了。加完以后发现，好像干了这件事以后，这首歌就可以因为这件事就成立了，我就可以继续加别的东西。当时右叶这首歌做好了以后，我发给了郑宇，我就跟郑宇说了，全中国所有的二次元公司都想要这样的歌，就是这首歌非常非常二次元。都在骂啊，不是，就是我知道你的目的不是这个，但是它起到的效果肯定有的，这就是我们能做到的。我跟市场组的同学无数次的聊起过线下活动，啊，我们也聊过什么演唱会啊，或者怎么搞啊，就是，但是最后决定我们第一次的，它不能说是演唱会吧，就是
演唱表演我们放在和 Face 在一起，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个音乐馆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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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假面骑士变身，你先得缠腰带。郑宇当现场跟我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我们收获了再多好评和线下玩家面对面的反馈是完全不一样的。”他说这种感觉太好。那牛坏了。就是一开始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好的情况，是吧？可惜的就是我没有带上大家一起去看，个人还是非常希望我们音乐组一起能去看一下我们的工作成果。我觉得我们组的音乐人都不是什么正常人，就是所以我们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想法，所以我们做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。就我觉得我还是挺喜欢这个氛围。在加入绝区联谊之前，就是我都是单打独斗的，我都是一个人，所以我没有概念的团队，所以在上一个片子里我就说到了，就遇到他们3个人，我很意外的一个事情。你要这么说的话，其实他们就是大家一直在给我惊喜，就是一直在让我感受到这个团队的意义。你就问你想在绝区林怎么搞音乐，能同时满足给到的需求和自己的特色，也是一个比较宝贵的能力。就是我希望能在这一点上多进步一点。好，很好，很有精神，很有精神。小鱼怎么想的？做点年轻人音乐吧。你现在觉得我们做得很老，不是？倔哥，你想做什么？我想做。这个想做点烧烤。倔哥想做烧烤。该做饭了。我团建该说不说，倔哥这个烧烤，就是真的是很牛，就是你们肯定没有感受过一吃一定会拉肚子的烧烤。还得把锅给着了，就是把锅烧。烤个红薯没熟，把这个炉子给烧了，凳子还烧穿了，这个才烧，哇，太牛了。我在台下看的时候，主要还是就为我们音乐组的大家感到高兴，大家做的音乐终于能在台上面，然后给所有的观众来进行一个呈现。他们能够以自己的一个良好的状态去做这份工作，是我最希望看到的一件事情，而不是说大家做着做着，然后明年拍纪录片的时候少了3个人，在后年拍纪录片的时候，所有的音乐组的人全换，那个雷老师血管不要堵住，然后老杨湿疹快点好，宋哥不要太纠结，完了宋哥睡着了，嘉豪快点入职，好吧，小鱼不要再接到通宵的一些需求，斌哥老婆儿子健健康康，好吧。我们还是在努力的去结合我们游戏的内容，去创作不同风格的音乐。我不奢求所有人都喜欢，但是可能某一首可以打动你，我觉得就很好。